你在上学的时候被星探发现，这个发生过好几次。Why not？ 那就试一下咯。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非常远古的叙事。9岁10岁那会儿，我已经1.8米，然后200斤了。我瘦了之后，我怎么看镜子里面，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胖子。我觉得在 attention 之前，更可怕的是 rejection。全世界最好看的男孩都在集中在巴黎，然后所有的人的身材就像希腊神一样，就是非常非常恐怖，就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环节，我能想象，就是我能想象。你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你只能这样走一圈，他们都不看。然后我回国签了华谊兄弟演艺公司，我本来是以为就是要去演戏，然后直到就是公司说其实希望你去上偶像练习生，最后明日之子来了，然后还是乐队季，所以就去了。然后没想到玩巨开心。有说服自己的过程吗？还是他这个来的非常的轻松？有啊，你有时候像交房租的时候，对啊，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妈，为什么当年没有去偶像练习生？我上一张专辑，它其实是在讲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自己就是好多年前的一个爱情故事吧。然后它是发生在一个，你放心，我们不会问的。你可以自己你不会问我也会讲。是一个 fling， it's a great summer fling。就是什么叫松散的目标长成什么样子？应该知道你能松散的目跟我标是什么吧？你通过感受你可以知道。我只能感受到松散，我感受不到目标，所以松散的目标具体长什么样呢？看完阿嬷的情书，不哭的人可以确诊为木乃伊。什么是上海的这种很酷的感觉？Oh no， 酷这个东西就是 it's hard to 你很难抓住，因为当你一抓住，它就不酷了。它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氛围感，酷很贱。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来都来了，我是主播丸子。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今天家里来客人了，没错，来都来了最近开始在做视频播客。然后呢，我对于我们的视觉呈现一直是颇有微词，但是我没有办法确认的是因为我们2个的原因，还是这个灯光跟 setting 的原因。所以今天我找了一个好看的人来帮我们做一下 A/B test。欢迎杨英哥。嗨，大家好，我是杨英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杨英格来到我们节目之前呢，我就看了非常多关于他的资料，然后我觉得你的播客是今年我听到最惊喜的播客。首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这个播客的名字叫？这个播客叫72 BPM。为什么叫？你知道，就是我这个名字是播客录制前一天想到的，是因为想了半天，就是都想不到该叫什么。然后BPM 这个东西就是它节奏的一个速度。对吧？就是我们心跳也是按照其实这个 BPM， 它是 beats per minute， 就是1分钟会跳多少次。所以我这个叫72，因为差不多大家睡觉时候，你最放松的时候 BPM 是60，然后如果跟朋友玩的比较嗨是80，对 ，Nicole 的 resting 是90。但是平常大家跟朋友们像我们这样就是很舒适的聊天的一个方式，大概就是差不多72。然后我就叫它72 BPM， 因为我希望是和朋友们很放松聊天的一个状态。你知道我特别有意思的是，我第一次知道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一个超模，然后我就去看你的资料，越看越多，我对你的经历就有很多的疑问。首先就是你是念电影评论专业的。对，你是念电影评论专业，然后你在上学的时候被星探发现，后来就进入了这个模特的行业，后面又去做音乐，参加了明日之子，然后后面还在一边兼顾音乐，一边做着这个超模的事业，然后最近开始做播客。就是整个这个流程，我第一个问题是，所以星探是怎么发现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说辞，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是你真的在路上走？这个发生过好几次，就是我在巴黎，我差不多20岁那会儿，然后我在那边就是有一个交换 exchange 有1年，然后其实那年本身我是在 Corsica 法国一个小岛当老师，当英语和音乐老师，在一个小学。然后最后后面我又搬到巴黎，在那个 Sorbonne 大学就是上了半年的学，然后同时我在就是打工赚钱交房租。然后有一天就有一个女的看到我，然后就给了我她的名片，她就说她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模特公司，然后就希望可以，然后你就直接去试镜了。我当时以为是个骗子吧，因为之前对这些东西不了解嘛。对，然后最后就去了。走在大街上，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跟你搭讪。
然后后面我回到伦敦的时候，这个事情又发生了，然后我就说 ，Yeah，why not？那就试一下咯。但其实我前2个月我在东京，然后我下地铁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穿了一个西装过来，又给了我个名片，然后我也没有听懂他说什么，因为他以为我是日本人。所以就是，然后我后面查了一下，是他们日本很大的一个那个经纪公司演艺集团。所以就这个事情是现在还在发生的。我一直以为是一个非常远古的叙事，因为前2天我看那个给阿妈的情书那个电影嘛，就首先我去看是因为当时你跟我说，杨英格跟我说，他说他看完了之后哭了3次。然后他说他直接给他爸爸买了2张票，让他们都去看。然后后来我去看完了之后，我就看了很多他电影相关的资料，我就发现，首先这个电影里面所有人都是素人。所有人都是 I 人，这个电影从导演到演员没有一个艺人。然后第3个就是很多演员都是一直去试镜，一直去试镜，然后试到后面好不容易被看中了，终于有一个电影的角色可以给他们演，但是就一炮而红了。对，所以你在这个电影里面，因为你是学电影评论专业的，首先电影评论专业到底在学什么？我们这块是算影评，所以它只是大量的看电影和分析电影和写论文，不是电影制作那一块，所以就是天天逼逼，所以就是不断的看电影，然后看完了之后你再吸收，然后再写。对，就是算理论上面的这方面，因为我是一个双学位，法文文学和电影评论。那你看完这个电影，从一个你的专业角度，你会给到一个什么样的影评吗？我觉得打动我的这个点，反而是因为它没有很多，就是技术的痕迹，就是它没有很多很花里胡哨的手段炫技，没有在任何方面的炫技，就是从置景到 cinematography 到就是布景、美术、音乐，它其实整体都非常的朴实，反而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最珍贵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了。你想，你现在去电影院的话，值得你买一个电影票的，就是我觉得大多人都会希望被哇哦，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一些，就是追车的这些画面啊，或者漫威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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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或者就是非常过度深情，是，或者就是你希望被刺激，在就日常生活看不到的东西，但其实就是你已经习惯这样了。但我们最终最希望看到的是 things that touch us， 能触碰到我们的，能感动到我们的，最真诚的。其实这才是电影应该有的一个东西。那你在这个里面哭了3次，我能听听看你是？我其实具体已经忘记了。你是为什么哭吗？我最后是那一段，就是2个阿嬷见到的时候就是我那次是有哭，但我觉得也是因为我看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电影是讲什么的。是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晚上我们要去看这个电影，你要不要去？然后他跟我说里面有如懿，我是冲着如懿去的。你们知道如懿是谁吗？就是那个老演员。对 ，Another Sunset， Another 因为我天天刷如懿，特别喜欢如懿唱歌的视频，然后我是冲着如懿买的电影票。OK，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个电影讲什么。我当时去之前我还纠结了一下，我要看潮汕的还是要看国语，但所有人都跟我说你一定要看潮汕话，因为电影那个是原汁原味，它所有的情绪，它要表达的那些细节的灵动的东西都在这个语言里面。我当时看完了之后，你有哭吗？其实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有那种淡淡的温暖的一种感觉，但是我没有哭，不是大哭，就是眼睛湿湿的那种。因为所有人都在跟我讲这是一部极度让他动容的片子，所以我去之前我是带好纸巾去的。然后我前面的那个小姐姐呢，我是明显能够听到她有那个拆纸巾的声音，她就一直在中间，比如说读信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嬷发现这么大的误会，站起来去看了一下橄榄菜有没有凉的那个地方，她是有拿纸巾出来，然后包括最后你说的那个片段，她也有哭。但其实对我来说，我更多的带的是有一点点那种遗憾、那种孤独、那种等待，但是你看完了之后有一种淡淡的温暖的感觉，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它是一部武侠片。因为那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在跟我聊，他说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南芝可以远程支持另外一个女性20年这件事情。我说某种程度上你可以把它认知为是一个武侠片，每个人在这个里面都有一种极度理想主义的意。比如说郑生，他最后哪怕死亡的时候，他也是为了救隔壁船的
妇女跟小孩，然后南芝他这么多年，他去帮助素未谋面的熟柔，然后去支持整个家。那熟柔更不用说了，一个人在潮汕就是承担起4个孩子的抚养，就是每个人好像都在围绕这个义字而活。你不觉得义这个东西是中国人，就是尤其是以前的一些叙事里面特别去讲究的一个东西？因为中国人在我们表达的时候，我们不会跟别人说哦 I love you so much， 我好爱你，它不是一个这么外放的东西。但是它的这些意就在每一天的我的橄榄菜是不是凉了，你今天有没有穿暖，今天你有没有给我写家书，它是在这些非常细腻非常简单的里面体现了它的真诚。我是那个看完之后就是全程从头哭到尾的人。然后我出来刷小红书有一条特别搞笑的帖子，它上面说看完阿嬷的情书不哭的人可以确诊为木乃伊然后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从头哭到尾，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女性互助，然后这个2个人原生的这个爱情，对，或者说很多很多细节。但是其实我最被打动的其实是家国线，就是那种下南洋整个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这个东西本身很打动我，就是每一个人我都可以为他哭。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每一个就是教书的老师、带写信的老师，还有那群小朋友，还有那个很像鲁迅的爸爸，当然主角是更不用说的。所以其实就是对我来说，你说它是一部武侠片，我觉得是的，但是它是一部更特别的武侠片。我觉得是因为它是中国人独有的故事，就是你刚刚说的，它是中国人的爱情，中国人的情谊，这个东西它是很克制的。然后它其实是挺沉重的，因为它背负了很多的家庭的责任，或者是更多的东西在里面。而我觉得中国人的美恰恰体现在责任和担当里面。对，我也觉得他非常完美的表达了东方人就是对关照和爱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英文他们经常说那个 five different 就是 acts of love language love language right， yes. 就是有一个是你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哎，但我觉得这个电影你看它，我觉得它完全展现了就是 acts of service， 就是有的就是那个 words of conduct， 用行动来表达爱。对，就是像南芝他20年这么多年都在做这个事情，但他什么都不说。对，然后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中国，就是它是在我们骨子里面的一个表现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当时看这个电影，我其实更多的感受是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我能说吗？就是我看完之后会有一种浅浅的不甘心，就是为这2个女性的不甘心，甚至是在当下的这个时代里面，这2个女性她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就她做这件事情，她觉得事情是她应该做的。但是我们以现在的视角，或者是以观众的视角，以第3人称视角，你再来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时代有的时候它是一个整体的叙事，但是它留在每个人身上，可能就是一张船票，一个等待，然后一句无言的我爱你，就是这样子。在你自己的叙事里面，你会看到自己的特殊吗？也会吧，像我二姑，她是80年代第一波那种就是国门敞开，然后第一波出来的那种技术移民，她当时做芯片类的，然后是在阿伯丁，就是在苏格兰，然后我爸爸就是过来看看他，然后觉得这里不错，然后可能好像在那会儿也是在国内做生意，好像有了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我也忘了。因为那会儿并且我也没有出生，然后就是我姐姐他们就过来了，然后我在这边出生了，然后后面又回去了。但过了几年，大家还就是他们可能选择为我和我姐姐就是接下来的发展啊 ，I don't know， 他们就是还是选择再过来。虽然其实我们家在国内就是也是就是普通家庭吧，但就是过得也是就是不会太苦。但来到英国呢，我记得小时候。我爸、我妈、我和我姐，我们都是睡在一个房间，然后我是睡在一个气垫上的，就一直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我可能过个生日都吃个麦当劳，已经是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了。所以他们其实也付出了很多，就是感觉就是给我和我姐一个比较新的、不一样的开始吧。那你小的时候学中文吗？小时候的中文就是和他们的沟通。
以及我其实中文我是从看电视学的，是哦看《情深深雨蒙蒙》《还还珠珠格格格格》和《流星花园》对，学的这是每一个二代移民《 Yeah 还珠格格》的 Daughter of the King。 right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叫杨英格格，啊，真的假的啦？真的有点关系吧？有点关系吗？有点关系吧呀？因为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幕就是很关键的，其实很少人去讨论它，就是木生想教那帮小朋友中文，然后刚开始那个南枝不让他教，对，他就觉得说你给我带来危险了。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南枝后来为什么一直去支持他的家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木生把他这种勇敢和这种义气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带到他的生活里来了。所以我在看那些小朋友在那念中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我也是，我看到那个特别感动。我小时候也还上过那个，就是那儿有个 Chinese school，然后我是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长大的嘛，然后那边华人也不多。小时候苏格兰96%是白人，剩下的全世界的人就是黑人、印度人、亚洲人，就是中国人、华人算4%，所以这个比例其实非常非常的小。对，然后为了你说保留一个你跟你的 culture 的一个连接，其实很难。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当你小的时候，你只想融入，所以我那会儿我非常抗拒。我觉得刚开始特别抗拒，一中文真的很难，很难，读字真的很难。然后二，你很想融入，因为就是小时候大家都希望被欢迎，不要突出。不要突出。我们现在可能希望是我们和大家不一样，小时候只想和别人一样，不想做那个就是被排挤的人，那个人。所以小时候我觉得学中文就不是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一个事情，直到后面我才慢慢意识到这个事情，然后再把它抓回来。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为开始听华语歌的时候。就我姐给我买了一个 MP3，然后上面装了第一首是周杰伦的《简单爱》，然后陶喆，然后 S.H.E 这些。看到电影那个画面，真的也很让我感动。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是被排挤的那个小孩，对，因为我比我们的小朋友都小一点，我小1岁到2岁，所以他们就讲说不要跟他玩。我就有这个经历。你小的时候那帮同学他是会就是说，哎，这里有一个人跟我们不一样，你会有那种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吗？当然，我觉得每个人的性格也会让你在这个环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反应。然后我本身就是非常腼腆、很shy、非常矮的一个小孩，很敏感，所以这个会就是加强这个反应。然后特别都是你知道，如果你是和其他的中国小孩不一样，你最少你的外表是一样的。我在那边我的外表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到了可能9岁10岁那会儿，我已经1.8米，然后200斤了，然后就是我真是个大胖子。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帅哥在小的时候都是一个胖子，就是很神奇。那你后来是怎么减下来的呢？差不多到17、18岁那会儿，我通过一个很不健康的方式，所以我也不会推荐任何人这样做。但就是我差不多半年没吃东西，我只嚼口香糖，然后就吃点菜叶子，可能每天不超过500大卡吧。然后你不会晕过去吗？会啊，把我身体都搞垮了。但是后来减肥成功就变帅了，是吗？也不能说变帅吧，有一个过程。但后面这个过程，我一直对自己的 body image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relationship， 因为后面就是有一个词叫 body dysmorphia，这个就是你跟你的身体就是很奇怪的这个 relationship， 就是你看到的可能不是真实的一个是什么样的感觉？它就算一个某种一个综合症，对吧？就是它算一个心理上的一个综合症。你会希望他更怎么样呢？更瘦还是更强壮吗？不是，就是之前像我瘦了之后，我怎么看镜子里面，我还是觉得自己是个胖子。它就是这种一个反应。因为后面还做了那么多件的模特，其实刚开始做这个行业也是会对你有很大的一个挑战，它非常的刺激。对，因为我在想，你说你是一个非常内向，你是一个非常 I 的人，那你一开始要进入到这个行业，这么多聚光灯，然后所有的这些报道啊，所有的 attention 都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个非常，我不知道，我带入你，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有点无助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在 attention 之前更可怕的是 rejection， 这个东西就是
可能很多就是朋友们也不太关注就是模特行业，并且模特行业是一个非常 close 的行业，所以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比如说时装周，每年有就是那4个时装周，对吧？对就是纽约、伦敦、巴黎、米兰，主要就是巴黎和米兰这2个是比较大的，大牌子都在那里。然后模特几乎都是要走秀走出来才能开始拍大广告。什么叫走出来？就是你得走上那些大秀，然后你走秀，然后那些品牌就是才会在里面选，就是谁去拍这一季的广告，然后才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存活，就是存活，然后变得更大。因为每年其实有很多模特会经历这个过程。那是不是在去这些秀之前，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 That's 一 the 个过 scariest 程？ part。对，就是大概这是什么个，样的？因为你知道，你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有人给你做任何心理建设，你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 literally 是被街上捞过来的。然后呢？然后就是可能前几个月就是拍点杂志啊什么的，然后 OK 就是第一次时装周开始了，签了个巴黎的公司 Elite Paris， 就是一个很好的公司，然后觉得很兴奋，然后时装周前面有3天的面试，到了那边。每人给你发一个本子，本子里面是你的照片。然后这是因为那是十年前吧，可能还没有那么普遍的，就是手机上的地图啊这些。公司会给你一个实际的巴黎的一个地图，然后今天你有12个面试，然后 go， 然后可能 LV 10点到2点在巴黎的最西边，Dior 就是在巴黎的最北边，就是1点到4点，你得自己就是安排好所有这些，然后只能靠跑。然后你到了这些地方就开始排队，排2个小时的队，全世界最好看的男孩都在集中在巴黎，然后所有的人的身材就像希腊神一样，就是非常非常恐怖，就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环节，我能想象，就是我能想象，你know，就是特别对一个很矮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排队就是你就一个进去，你可能排了2个小时了，你进去，但那些 casting director 他们看你一眼，他们就知道你合不合适，不合适的他们可能就，然后你已经排了2个小时了，你只能这样走一圈，他们都不看你，他们就是该干嘛干嘛 ，thank you 就走了。然后你想你如果普通的工作的话，你去一个 job interview， 你可能准备几天，然后你 interview 了，你可能会等一段时间，然后再等到这个，你可能不太合适。但我们这个是非常 immediate 的，一天面试12个，你被拒绝12次，他看到你就觉得你完全不行。这个对你的心理造成的这个压力也好，这些它其实非常，特别对一个年轻人刚进入这个社会是很强的，是很残酷的。但是我能想象后面就是历练一下，你也会觉得对这些评价也好、评论也好，相对来说就比较脱敏了吧？对，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反而就习惯了，对，然后变得更强。对，因为我带入的是一开始我们做节目，就是我是凭一己之力承担起了节目80%的骂名。节目也是一个非常及时的过程， right， 是的，你上去之后，你的评论马上就在下面，喜欢你哪里，不喜欢你哪里，哪一句话说对了，哪一句话没说错，哪一句话没说对，基本上你在这一周你就搜集好了，它就像一个 database 一样的。你的 database 里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如说我3年到5年到6年，然后你看到你就知道了，哦 ，sure 又是这个点又被骂了 ，fine 就是这样子。所以反而到最后就会有一点脱敏了。那你后来进入音乐行业是什么时候？音乐行业，明日之子应该是把我带回音乐之路吧。我小时候是唱音乐剧的。什么样的音乐剧？悲惨世界啊，狮子王啊，各种这样。10几岁那会儿还跟苏格兰皇家交响乐团就当过领唱啊，这些就是各种少年团的这种东西。我还给英国王子，现在是国王，唱过歌。Prince Charles， 就是小时候就是一直是唱音乐剧的，然后中学还搞自己的摇滚乐队啊什么的， Okay. 就一直很喜欢音乐。但小时候在英国，没有 diversity 嘛，就是电视上也看不到长得像自己的人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梦想。直到可能回国，然后重新又 pick up 这个。当时参加《明日之子》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准备好了吗？或者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到这个节目的？我本来特别抗拒，因为我觉得选秀这个事情，我当时也可能比较抗拒。然后我回国签了华谊兄弟演艺公司。我本来是以为就是要去演戏，然后直到就是公司说，其实希望你去上
偶像练习生，当时好像已经要去了偶像练习生，但最后还是我觉得我不适合做一个唱跳 idol，因为那个其实真的很苦哎，然后需要对下很多的功夫，那个要身体很好吧，yeah。然后就还是找理由没有去，最后明日之子来了，然后疫情也来了，我就说反正我也在这儿，那我就去校玩一下，然后还是乐队季，所以就去了，然后没想到玩巨开心，玩的巨开心，特别开心。哦，所以现在你会觉得音乐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的，感觉音乐一直是我喜欢做的，只是之前没有觉得可以认真做它。我本来大学要去学的是古典音乐和音乐配乐，本来就都到了牛津了。去学古典音乐，然后后面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我，然后我就选择去了伦敦那个大学，然后因为我想去 party。哦，你想去 party？ 牛津不能 party 吗？声音越说越小，因为我想因去 party。为我想去 party， 突然变成 ASMR。对，因为长在一个就是那种英国2、3线城市，然后我就想，我想去大都市去玩。所以选了一个伦敦市中心的大学。因为我记得你说你大概毕业前1年就开始很焦虑，然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之类的。因为其实最近我们在跟我们自己团队聊天，我发现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他们在经历一个东西叫奥德赛时期，你知道吗？我没有听过哎。它是出自于荷马史诗的一个名字，就是说奥德赛他在就是打仗成功之后呢，他要归家，但是因为他得罪了宙斯诸神，所以让他在10年之内都没有办法找到他的家，所以他在10年之内在海上打转找他的家，然后当然到最后在雅典娜还是哪个神的帮助下就回去了。它其实就是彰示着年轻人，你有一段非常痛苦和迷茫的时间，你在找你自己，或者说你在找一个归属，你在找一个自我的过程。然后我就很好奇，因为你的背景如此多元，然后有如此多的丰富的职业，先做了模特，其实还做过导演和的确做的事儿蛮多的，对，蛮多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首先你会有一个想法，说我想要定型，就是我想要知道我想要做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哎，哪个东西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和我是怎么感觉到这个是我对的东西的。因为有一个词叫 Jack of all trades, Master of none， 是什么意思？听说过吗？ Jack of all trades 就是这个人什么都会干，but Master of none， 但没有一个是一个 Master。这个感觉我很熟。Right，就是这个也可以 apply to 很日常的一些东西。对。但我觉得没有就是特别追求做一个 Jack of all trades， 就是我不希望自己是 Master of none， 我不希望就是什么东西都其实不恋爱，但就是我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喜欢做的东西太多了，想尝试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然后我也不是很喜欢被定义被限制吧，可能也是有一种叛逆的一种心态。然后我觉得很多这些机会都是出现在我面前，可能是因为之前做了一个其他的一个选择，或者就是命运的一些安排，然后我是一个 yes man， 就是来了I'm a yes man， 就是来了就说 why not 试试呗，所以导致我做了很多事情。但我有发现我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可能很多人做事情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线条，一个线性，就是我在某一个领域上面可以钻，我可以比如说我是画画的，我试一下油画，我再试一下就是水墨，我再试一下就是写生，或者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我发现我是在不同的领域在讨论类似的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反而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一种散漫，跟记忆、跟 nostalgia 跟有关的一个东西的态度。我不管我做什么东西，摄影也好，写作、写歌、表达，它可能都是以这一个滤镜或者表达方式在呈现。所以就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在做，而是通过不同的 medium、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类似的东西。有一种不管你在做什么，它都是杨英格的，对，它是存在在同一个宇宙里面的，一个 core 里面，一个核心的东西延展开来 ，right， 而不是在一个领域在尝试很多不同的。那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着急吗？就是好像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最
什么什么的东西，或者说我好像你会有那种目标有感？有，我真的有，and 这个让我就是有时候很讨厌自己，很烦自己。我也不想假装自己是一个就是就是会很对自己很急，有时候，但性格就是这样子的。你性格急吗？我会跟自己急，你跟自己急？我会跟自己就是做的没有很满意的东西，我就会。但是你想呈现的其实是一个，因为我也是松个的，其实我觉得我有些心里有一些矛盾，我又是一个 perfectionist，但又比较松散，就很难。那你会想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改掉，我要当一个比如说自律的人之类的，我要去追求那个完美的作品，你会有过这个想法？有过，最近开始可能锻炼健身也是，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我在调节自己生活习惯以及心态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锻炼身体是只要你努力就会有一些结果的。然后我想培训自己，就是教练自己，就是在一个东西上就是继续深挖、努力、钻研。努力。但这个东西你会觉得你想要放到作品里面来，就是这种深挖的感觉，还是你我觉得不是不把它放在作品里面，而是就是创作作品这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会缺少一种这样的态度，就是你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其实蛮稀缺的。就是当下其实因为没有找到自己的朋友，或者说还比较年轻，对自己有很多困惑的人，他会讲说，包括我自己以前也会，就是我想要知道我长什么样。你刚刚提到的，你对你身材的这种可能有一些不接受，或者说一些想法也好，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会放在我的表达和我的作品里，就是它永远有理想会有一个 gap， 就是你想要做的东西跟你能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一直在追求的那个道路上，然后我在看你的作品的时候，我会有一种你的玩心和你的松弛感很大。然后你在做你的舞台，你在做你的歌的时候，可能你的歌不是那个 vocal 最强的，但是它的舞台很有电影感，它很有氛围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一个说服自己的过程，或者说去梳理的过程，说好，我虽然在做歌，但是我要做的是一个不是 vocal 最强的歌。因为传统我们都会觉得，那你唱歌是不是要唱到什么 vocal 很强之类的，你会有这个梳理的过程。可能我喜欢的音乐就是这样，然后创作的过程也是这样，但其实你做任何创作的时候，你都需要做很多牺牲，你也需要决定，就是我想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是否能接受，就是我可能追求一个比较小众的路线，但它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观众或者涟漪，但这可能喜欢的人很喜欢。是。然后你是在追求一个客观的 success 还是主观的 success？你在这两个 success 里面，你没有跟自己打过架？有，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所以你后来怎么做了这个取舍呢？但我感觉确实一直在追求一个主观的 success。有说服自己的过程吗？还是他这个来的非常的轻松？有啊，你有时候需要交房租的时候，对啊，想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妈，为什么当年没有去偶像练习生？那在对于你来说，你的这个打架的过程大概长什么样子？或者是你什么时候更清晰自己想要的是一个主观的 success， 而不是一个更加客观或者是更加流量化以及大众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这个客观和主观它是数据化的。对，我们生活在一个流量的一个社会，对，你是明确能看到，就是从你的就是你东西的播放量或者你社交媒体上的数据，这些东西非常直观也明确。然后同样我觉得中国娱乐圈的现象就是几乎只有那一两个主流，然后其他的都是非常小的可能就是不同的潮派的，就不同的流派的东西。但不像在国外，可能每一个群体都有很稳很大的一个基础。你任何这边的小众，你放到国外，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就是国内还是比较就是只有那一两个东西是主流，因为他们是变现最快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基础还是可能就是不够大，因为国外我指的是全球嘛，
它可以融入很多不同的是风格。我能想象你的音乐风格应该也会有很多海外的粉丝，对吗？ Yeah， 的确那个风格就在国外反而就是一点都不奇怪，它就是非常小清新。是的，小清新。小清新。所以我也是希望国内就是在所有的领域都可以更多元一点，觉得这个是个大家需要探索的一个好的事情。也其实有很多关注我就是很多年的粉丝也好，就是朋友们也好，他们也有说就是哇，你这些年有变，你不是之前那个野人了。哦、Looks like of course， 我就是被这个行业被这个社会就是已经磨到，感觉很多棱角的确就是磨掉了。因为为了就像你说的，很多东西你不能说，很多想表达的也不能表达，你还是需要做一个牺舍吧。那你觉得什么是主观的成功？就是在你的主观成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可能在寻找一个平衡吧，就是同时能做自己想做的、表达的想表达的，以及就是还是能让自己生存下去。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就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你的粉丝应该说杨英格你长大了。但我能说吗？就是你刚刚讲到棱角这个点，我刚刚突然有一个想法闪现，因为有的人他会想念自己的棱角， Yeah， 但是我是希望我的棱角就是那个野性的那一面，在我需要它没有野性的时候，我能做得更好。因为对于我的性格，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哪一些东西是那个所谓棱角的部分，直到我真正受伤了，我流血的那个瞬间，我才知道原来这个是因为我的棱角造成的。那我下一次我就知道这个棱角不要显现了。我是通过一次一次的打磨把这个棱角磨掉了，但是我看有一些人他先天的是更加圆滑的那一些人，他能很自然的非常如鱼得水的在各个场合里面就是你获得所有人的掌声，这是我很羡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我选择，我其实愿意选择我天生没有这么多棱角。我说的棱角可能也是态度吧。以前我觉得有态度是一件很让我骄傲的事情， Yeah，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我想到有态度，我觉得是一个让我很麻烦的事情。Interesting。你能理解那个感觉吗？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态度，你知道很多地方你就随便游了，你没有人会让你出血，没有人会让你受伤，但是你有这么多态度，你知道对一些人他会很喜欢你，但是在另外一些人，你知道你可能你伤及对方，或者对方伤及你，你是不自知的。但这个东西不就是你吗？就是如果你连棱角都没有，那你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我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你觉得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不会把它定义成棱角，我觉得可能是毛边。就它不一定会伤人。不是，因为你先天是一个相对圆滑的人，就是当你把一些攻击性释放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毛边；但是当我把攻击性释放出来的时候，它是利剑，这个是差别。就是我是相信我的态度是可以以一种不伤人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个是我一直在找的平衡。对，但这个过程是我习得的，你能明白吗？对，这个我也是我在练习的，但是呢，我是相信这件事情的，这个是我的信念，就是我永远可以找到不伤人的，并且明确表达出我态度的，这个就是一直在打磨的事情。然后这个也是我很喜欢去看到创作者的东西。因为这个就说到我们这个关于创作的事情了，就是比如说每一个人你想创作的初心是不一样的，你想表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凝聚的想表达的东西。就像杨一格你刚刚讲到的，可能你更想表达到一些很松弛的一些氛围感也好，或者是一种态度也好，那个是什么东西会你觉得是你一直很想要坚持的吗？我觉得可能是这看待一个东西的方式吧。和上一张专辑它其实是在讲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故事，就是自己就是好多年前的一个爱情故事吧，然后它是发生在一个你放心，我们不会问的。你可以自己你不会问我也会讲。并且都做了一整张专辑了还不讲，就要让他讲，就是他要给他时间讲。也不是，他叫 Once on this Island， 然后就是 like 当年在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然后他就是可能1周的故事。哦，是一个 fling。 It's a great summer fling。 真的吗？能问在哪儿吗？因为我想 picture 一下那个样子，在印尼的一个岛上。
哦，然后那个 OK 岛上人很少，然后 OK 就是就讲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猜测啊，说不清的东西，所以它里面其实都有很多动物的叫声埋进去的。有一个老虎上或者，然后就各种其实东西的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应该很快吧？啊，很好玩。迅速就写好了，迅速就做好了，那天迅速就发了我。那天我喝醉了，然后一个人就在那儿做，然后一直在夹这些东西，然后第二天起来说哇，好好玩啊！哦，是然后就的，放我觉得进去这是一个 the best creation Right, process，我觉得 yeah 这是最爽的。Yeah 是的，是的，是的， Yeah 是的，有的时候你自己喝多了，然后创作出一些很发疯的东西，你第二天清醒时候看，你会觉得 brilliant。对，但就是这个感觉但90%时候你清醒时候是 What is this shit？ 这是什么东西呀？然后那反正是在专辑的前面嘛，因为它完全是按照这个故事和发生的事情来走的，所以它其实是像我在做像拍一个电影一样，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可能就是做的比较主观，比较隐约。那你的灵感大部分是来源于哪里的呢？都是真实的感受和发生时的事情，因为这些东西我会在二创，然后就把它再改编，因为很多我的东西都是 working from memory， 因为我觉得 memory 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因为 memory 其实有客观的 memory 和主观的 memory， 你的回忆你是会欺骗自己的，你是会给它加滤镜，会给它填空，然后我觉得填空的这个过程很有趣，像经常你现在想一个事情，它可能现在变得非常的美好，其实现实生活也没那么美好，是，当时天可能没那么蓝，是，当时那一杯那个甜点可能也没那么甜，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like oh my god， 哇，好莱坞制作但是这个过程特别好，因为我们都是就是你脑子里面可能就藏了一个导演还有一个编剧，然后其实就是把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给他们。创作的好玩的一个点是它有很多层面上面的创作，它不只是一方面的创作。你写歌词，你是在想故事；你选旋律，你是在操作一个就创作一个旋律上面的一种美和一种创作。在做编曲制作又是不一样了，然后演出又是不一样，它其实是各种不同方式的创作和表达，然后都很有趣。所以我其实很喜欢杨英格的一点，包括我在看他作品的时候，我觉得是他对他情绪的那种表达和释放是比较充分和自然的。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他其实不太允许他自己的情绪被表达，他很压抑那个状态。而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很麻烦、很辛苦、很周折，但是不能很压抑。因为麻烦和创作，包括你刚刚我们开麦前聊的，你的手搓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你在表达的过程，它其实是开心的。但是如果你压抑，你把这些东西都外包给别人，然后你说好吧，我就这样吧，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开心了。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很不一样，就是你对情绪的接纳，你接纳你自己就是一个可以去让这些东西浪漫化的人。我觉得你给自己时间去浪费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它很奢侈。其实你有时间可以去浪费，非常奢侈。然后这个是 I have trouble with。我和你一样，我也会觉得就是不行，我感觉我还是该做点啥，不能。我觉得我最近可能不像之前，就是觉得想闲了3天你就有点内疚。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有责任的人啊，其实我们都是身上有3个蛋的人，有猫有狗有团队，就是你需要负责。是，我也希望自己我不希望自己是一个不靠谱的人。I want to be 靠谱的人。对，I want to be a 靠谱。对 ，we want to be 靠谱的人。哎，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在这种我要当一个靠谱的人，跟我要接纳我自己情绪，全然接纳这种情绪当中做一个平衡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兼顾的。Right， 它是一直就是你需要做平衡的一个东西，然后一直需要就是跟自己磨合。我觉得现在其实比如说可能最近我磨合的点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回到之前一点的状态了。之前我可能是我希望自己变得更靠谱，就现在我想把自己再拉回到另一边了。我可能过一段时间我又想把自己拽回到这一边。我感觉这2年我变得特别的规整，我就是希望回到再松散一点了。那你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觉得说跟你的目标是相悖的吗？还是说这就是你的目标？还好吧，对啊，就是人生可以有点目标，不要有太多目标。
我喜欢这个态度。对，我觉得就是可以有一个，有的人可能适合有一个松散的目标，有的人需要一个具体的目标。对，我就没有办法松散的目标，我甚至都不知道松散的目标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叫松松散的目标长成什么样子？王子应该知道你能跟松散的目标我？是什么吧？你通过感受我，你可以知道。我只能感受到松散，我感受不到目标，所以松散的目标具体长什么样呢？就是你们能跟我解释一下吗？因为比如说我想到松散，我真的就是想到我不做事，很多事情我放弃了，我不承担了，我是想到这些很消极的部分。那松散又有一个目标，是说你把松散当做目标，还是比如说，就是你说我今年想把视频播客做起来，然后我希望就是做大家比较喜欢，然后这个是个松散的目标。这是一个松散的如目标？果具体就是我希望做多少期，我希望它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然后它长什么样，然后希望它达到什么样的数据，这个是具体的目标。我可以给你打一个我最近的比方，就是我也去健身，而且我也是最近才去健身的，可能几个月吧。然后呢，我刚开始一周去2次，然后现在我就一周去1次。然后我那个教练呢，我刚开始后来跟他说，我说我是一个完全不健身的人，所以你不要给我太大的压力啊。然后所以我每次去我就是相当于活动活动我的筋骨和我的背部肌肉，让它有一个有活动的感觉。然后这个事呢，然后我的教练就会跟我说，哎，你没有一个特别想要达到的状态。我说我没有，我说我是一个真正的长期主义者，就是我只有这样子的节奏和这样舒适的感觉，我才能一直做下去。就是如果你今天让我练累了，我下次不来了。这么任性、啊？好叛逆哦！他好任性很任性，他是长期的任性。不，就是我觉得这个你要找到一个你能接受的节奏，你才能真正的做下去。其实包括减肥啊这些 dieting 都是你需要找一个适合你的方式，你才能会做下去。我能感觉到了现在30岁30出头，就是有点你的身体有在改变，力不从心了。真的就是体力的确没那么好，然后我就是希望能保持，就是能更健康，因为我能意识到我之前没有那么健康，我之前就是在靠年轻在撑，而不是就是我把身体调整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步。另一个点就更深的可能就是刚才说的，我希望 take the control back， 我希望我是一个就是可以我又回到目标了，就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松散的目标，但可以把这个松散的目标实现。就是我希望我不要放弃自己，我希望可以坚持。我感觉我之前某一个层次就是有在放弃，有一个摆烂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在身体上，它是一个最开始，然后最能 control 的一个点，是作为一个开始。是的。就是讲这个我还挺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2个都辞职了差不多2个月。前2天你们是同时辞职的吗？同时辞职。就是你第一次我们见的时候，我刚辞职，刚辞职。但是它这个中间其实有一个需要习惯的过程，是以前我可能每天睁开眼睛，我知道我有非常固定的事情要去做，我要去上班，然后很多人需要我，这些项目需要我，然后这些公司需要我，可能也许不是真的需要我，但是你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我是去 I'm going there for something。 但是呢，现在好像就是会处在一种感觉是，哎，也没有这么多地方需要我，就是你的那种被需要感减半了。然后那天我就灵机一动，我不是喜欢普拉提吗？我就报了一个那个普拉提教培，那个教培要培1年半的时间。然后那天我朋友问我，因为普拉提是这样的，比如说，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普拉提老师？其实它是为普拉提 instructor 设计的。OK， 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呢？就是我发现我练这么久，可能今天的这个 instructor 他可以教我说这个动作你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但普拉提跟瑜伽不一样的点在于它非常的细，而且普拉提其实最本质的名字叫 contrology， 它是一个控制的一个运动，所以它底下是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的。而有的时候当我学一些动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所以这个点对于我的脑袋来说就会有一点 I want to know more。 所以我那天朋友他问我说要不要去学这个班的时候，我马上就答应了。但是我答应的那个点就有一点是你的这种感觉 I finally know， 我今天每天起来，我这个阶段一个非常具体我要完成的事情它长什么样子。就是我是一个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会觉得我没有在努力的释放我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种无序的生活当中，他说我
终于我一定要把什么东西要拿在自己手上，而这件事情是我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我会有非常公平的结果还给我的，这个感觉太棒了。对，我觉得反而这种 routine 比较，其实我们是反而更需要这个的。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我觉得，哎，真的是大家其实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 Yeah. 就是你想把你的生活有一个大模大样的规整的过程，然后我就会用运动去规整它，因为其他东西我控制不了。比如说我创作的质量，我的评论区反馈，我甚至是下个月的主题，我控制不了这事。有的时候我的灵感，所以包括我刚刚问你的灵感从哪来，有的时候你说你想做吧，你泡脚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灵感。你知道我们节目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有一天我刷牙，刷着刷着来都来了，就这个名字就出来了，就是你控制不了它，所以你只能控制你能控制的东西，或许是锻炼和保持好一个状态来迎接灵感的到来。是的，的确是这样。You need to be ready。所以我很好奇的是，你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是被误解，或者是大家印象里的杨英格是什么样的？因为其实我在看你的时候，我有3层。我第一次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你的时候，和我开始看你的作品的时候，和我开始看你的播客的时候，是一直不停的在变的。你觉得就是你会觉得哪一层其实是一个误解，或者说你想把它改掉的吗？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是个误解，但因为again 就是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外表型的一个社会，然后大家可能只会刚开始对你有一个刻板印象，或者划你，他就是有那几秒。他们其实大家就现在其实火起来的博主也好，或者认为他们是希望你垂直，你都只做一个东西，几乎一个角度在重复性做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可能之前是看电视也好，看这种方式，然后他就是或者喜欢一个人，他们就是但是数量比较少，但他们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对，现在反而是数量变多了，但你就是你的集中力，你只能就是希望说我刷到过这个人，这个人是干这的，这个人是天天在这儿钓鱼的，这个人天天是在这儿做某一个东西的，所以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我刚才也说了，我是一个就是喜欢所有东西都尝试以及做，而输出的是一个比较广性的一个，就比较一个输出这个态度，而不是我具体在做一个事情。所以这个其实可能是现在面对的一个难的点吧。但这个不是一个误解，这个只是现实一个情况。你为什么会想到做播客啊？是哪一个瞬间你觉得播客这个形式你可以试试？因为我很爱看播客、听播客，就是我洗澡的时候、做饭的时候都有，就是我会放几个。你都听什么播客？就是轻松聊天型的，因为我就是有一种自己的播客陪伴的，就是有一种陪伴就是型的。有一个Amy Poehler， 你们知道吗？她是一个美国一个喜剧演员，然后她的 guest 也都很好，然后她会就是把 guest 的另一个就是另一面给你弄出来，我就觉得很有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做饭，所以我看一个那个 Dish， 然后 Dish 就是他们也是有 celebrity guest， 然后他们每次就在讨论就各种做饭的东西。这个是视频播客还是视频播客？是一个英国的超市出的Waitrose 的播客。Waitrose 的你没看过吗？我没看过。说 It's the best thing ever。是很大吗？这个播客很大吗？很大。Grimshaw 就是英国的很有名的一个 radio host， 然后Angela Hartnett 她是一个米其林厨师，然后他们俩是搭档，然后每期有不同的 guest， 然后就是 Angela 会给他们做一道菜，用 Waitrose 比较就是当季的一些蔬菜。你会去复刻吗？你会看完这个跟着复刻吗？我有时候会啊，对啊，然后但他们也就会聊，就是聊得很扯，然后就非常的放松。包括你之前讲说，你感觉在上海住了这么多年，其实上海变了很多。对你觉得上海就是有变成一个什么趋势的变化？觉得上海的确从不同的层面上是有变得时髦，就看看你怎么讲解这个东西。从很客观的一个东西，就是现在很多外国的品牌都开始非常专注在上海办活动，
以及就是办就是 for this market， 但他这个可能之前他们办活动是为了就是卖给那些 VIP 客户，现在有购买不是了，力现在他是现在不是想占就是上海就是 cultural 就是这个 cool factor 的光，因为上海现在就是在大家眼里面变得很酷，因为上海现在在 TikTok 上火起来了，因为我们算是就是国门打开了 for a lot of 就是欧洲的国家，然后大家看清楚了中国其实真正的模样，他们不只是看到之前他们非常 limited 的就是报道的这个角度，现在很多年轻人来到了就是中国来看我们真实的模样，其实很多之前在上海的外国人是在这边工作的，现在更多是就是东京和首尔之前会 attract 那帮就是很年轻、很时髦的那些人，现在来到中国了。然后就是他们觉得中国都特别酷，也有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 term， 有一个东西叫 List Index。这个 List Index 是每一个 quarter 它会衡量就是记录，这一季就是最火的单品是什么？就是从 all the brands， 就比如说可能是就是 Chanel 的一个包啊 ，Dior 的一个是什么，今年冲到最前面的是阿迪达斯的那个糖 jacket，、就是那个我们中式的那个 jacket， 那场秀的音乐是我给他们做的。哦，真的对啊，吗？就是当场，就是那个的确就是很火，就是火爆全球。然后它是很 organic 的火，它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你推不到这个这么大，对这个结果，它就是一个现在是这个 cultural moment， 就是中国特别上海 is cool。那什么是上海的这种很酷的感觉？ Oh no， cool 这个东西就是 it's hard to 你很难抓住，因为当你一抓住，它就不酷了。它是一种态度，这种是一种氛围酷感，很贱，是一真的种非常松对对对弛的，但是你有表达得出来的东西。对，是的，就是他在一个表达与不能被表达的一个 border，就是当他就是那种一个很酷的 bar， 当很多人知道，他就又不酷了。就是上海的确现在它有自己的一个 aesthetic， 它有自己一个视觉体系，然后现在也有很多本地的牌子是起来了，包括中国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穿搭有自信了，他们造成了这个，然后刚好是很多不同的点合到一起，成为China is really cool right now。你讲到这个糖 jacket， 我真的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那个糖 jacket， 我一共买过7件，没有任何一件被你买上榜单，真的没有任何一件，全都是我的白人朋友们拜托说你要帮我买这个，然后这个现在在 eBay 上面，他们怕买到假的，然后他就说你要到那个，因为张远不是有一家 Adidas 嘛，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去那个地方买，他还给了我 specific 的 address， 然后我一看就是在张远，然后我说好，没有问题。结果我每次去都要排队，然后你每次去的时候，你都发现现场在那个地方购买这个 jacket 的基本上都是外国人，不一定是清一色的白人，但他一定不是讲中文的人。但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power move 吗？就是它是一个转变 power 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外国人害怕买到假中国货，对，现在他们想要真的中国货，害怕在国外买到假的别的国家的货。我觉得，所以就是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非常 proud 的。Yeah， 因为你最近也开始做播客了嘛，你的播客也是围绕时尚的这个话题吗？还是你是想有更宽泛的东西想要放到你的播客里去表达？哇，其实我写那个播客简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在写什么。就是然后我在做播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就是要这个做什么，我只是希望可以聊聊天，和身边，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有趣的人，然后可能大家正常表现的方式和私下也都，就是他们有更可爱的一面啊，是的，会展现出来，是的。然后我自己也是，我可能之前因为长型的内容和短视频完全不一样，你长型的内容就是反而可以露出来不完美的那些部分，对，不完美，然后那些是之前可能我们大家都有点害怕展现出来的那些瑕疵很美丽，那些瑕疵，yeah，然后我现在觉得，like，都这么大了，然后做了这么久，为什么不展现一些这些瑕疵？因为你过了这个点，你才能展现，然后走得更深，然后 yeah， 然后觉得这样才好玩。之前可能想把它藏起来，对，是的，然后所以我这个是做的感觉，才慢慢在琢磨，就是我这个博客到底要做什么，可能对。然后接下来我发现，反正
身边的朋友都是做创作的，不同领域的创作，有音乐的，有画画的，有就是演戏的、时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播客它慢慢就会变成一个不同创作者的另一面，就是他们因为你需要生活，你才能创作，就对是反而就是一些创作者非常生活的一个层面，一个面向。原本这个播客的概念是 The Couch of Feelings， 因为我当时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工厂里面。你知道纽约有很多那种 loft， SOHO 那种吗 Oh my god， 当然住不起 SOHO，Are you kidding？ 我们住在就是那个 Brooklyn 非常里面，非常里面，在那个 Bushwick， 然后就是它就全是一个工厂 hippie 区，然后那个工厂里面就是那个厂子里面就都分成不同的那个空间了。然后我住的那个有3个人，然后他们在找另一个室友，因为他们室友一直是就是换的嘛。嗯，然后那个女孩就签合同，那个女孩她和她前男友是在那个 loft 里面，就是用木头盖了4个像小就是 dolls house 一样，就是大家是住在同一个空间，但是你有自己的一个像猫窝一样，就是你，然后进去那儿有个小床，但其实外面来就是像集体生活。然后家具都是从街上捡回来的。我们那个沙发，我现在还记得是一个深红色、很破的一个丝绒的一个沙发，是当时他们从街上捡回来的。然后每天大家就会去过他们的日子，过就是该干嘛干嘛，就是闯世界，就是闯世界，因为我们跟世界都是做交互不一样的东西的嘛。对有一个 fashion student， 有一个 musician， 有一个我当时是 model， 还有一个是摄影师啊什么 ，everyone just like 都是做 creative 的。然后就是大家你们可以闯成立一个公司哎，这几个人真的，我发现是这几个人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公司。但可能当时大家都太年轻，只是天天在外面玩吧。 OK， 然后就是我们会每天晚上回到这个家里，回到我们的工厂里面，坐在那个破沙发上，然后倒一杯酒，然后就开始各种聊当天发生了什么，聊大家发生的感情问题，聊电影啊文学啊，就是该聊什么想聊什么都可以聊，就是那种氛围。 I really miss that， 就是没有任何框架的一种且没有 hang out， 观众没有观众的一个聊天。所以就是这个播客本来就是希望是一个这个样子的，就是 like 和不同的 creatives 在聊生活。那我们就期待一下，我非常想知道他后面的视频播客发展成什么样子。对，那我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还是欢迎大家每周收听来都来了。你可以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荔枝 FM、苹果 Podcast、Spotify 等各大平台找到我们，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就这样了，拜拜，谢谢杨英哥，拜拜，希望你今天也开心。心。